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？明明心底酝酿着一个很棒的计划，想换工作、学新技能、经营新关系或开始创业，但当你真正踏出第一步，满怀热血开始执行时，却发现四周迎面而来的是难以掌控的混乱，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，进度不如预期，甚至充满质疑声。你感到迷茫、焦虑，开始自我怀疑，我是不是做错决定了？如果你正处于万事起头难的泥沼，请深呼吸，别对自己太严苛。你现在经历的痛苦与挣扎，并非能力不足或运气不好。3000多年前的古人早把这种万物刚起步时的必然状态，精准写进了被誉为群经之首的《易经》里。今天我们不谈算命吉凶，而是把《易经》还原成大自然的生存指南，深度聊聊专门探讨开始与困难的第3卦屯卦。屯卦全名水雷屯，上半部坎卦代表水与云，象征外在环境的险阻与未知恐惧；下半部震卦代表雷与震动，象征内心想突破、行动的强大生机。天空中乌云密布，雷声隆隆，暴风雨将至，你内心有冲动想往前冲，外在却充满压抑与不确定。这股内心充满动力，外在困难重重的拉扯感，就是屯的本质。屯在甲骨文里的长相，就是一棵刚发芽的小草，根部扎在土壤，顶部被厚重冻土或石头无情压住，无法笔直生长，只能弯曲地从缝隙寻找阳光。这告诉我们一个绝对的自然法则：任何新生事物出现，必伴随阵痛。蝴蝶破蛹须挣扎，婴儿出生伴随哭泣。打破渴望速成的毒性思维吧，允许自己一开始表现笨拙，允许事情发展缓慢，这是大自然最真实的样貌。易经将事物发展分成6个阶段，也就是6爻。最底层第1阶段初9爻辞说：盘桓、立居贞、立见侯。盘桓就是徘徊，原地打转。当你刚进新公司或学新技能，前几周一定觉得像无头苍蝇。易经警告，别急着表现立大功，你该做的是立见侯，寻找导师，结交友善同事，熟悉基础流程。雷雨交加时，先盖好屋顶，把人际与实力根基打稳，是初期的最高原则。撑过适应期，来到第2阶段62爻辞形容乘马般如，像骑马原地打转不前进。生活中对应如企划案被不断退回，健身体重停滞，暧昧关系忽冷忽热，你觉得进度卡关，甚至觉得周围在刁难你。但易经说这不是盗贼，是磨练你，最终要与你结合的考验。爻辞最后说10年乃自，意思是有些事需要时间酝酿，把眼光放远，接受延迟，保持耐心，时候到了自然开花结果。第3阶段63是关键警告，爻辞：极路无余，唯入于林中。想象你在无向导装备下，看见美丽野鹿就兴奋追进深山，最后必定迷失，甚至遭遇危险。现代社会常见盲目跟风投资或创业，事物发展初期，面对诱惑但缺乏专业，身边无懂行人指引时，易经说：君子己，不如舍。最高明智慧是看出危机后果断放弃，懂得适时停损，不盲从，才能保全实力，度过盲目诱惑。来到第4阶段64，你可能仍觉不顺，但已看清局势，知道自己缺什么，破局之道在求婚购，只主动寻求互补结盟。职场上承认不足，向资深前辈请教；生活中遇低潮，主动找专业咨商或好友倾诉。愿意放下无谓面子自尊，诚恳向外求援时，大胆往前走吧，结果将会是吉祥顺利的。第5阶段95代表核心主导，你可能晋升主管或有了初步资金，但爻辞提醒：屯其高，小贞吉，大贞凶。在屯着困难大环境下，资源有限，恩泽无法普及，最忌讳好大喜功。别急着大规模重组或砸大钱行销，应把心力放在微小确定的进步，如优化小流程，改善小体验，步步为营，小步快跑，
是度过资源匮乏期的生存之道。最后是尾声上六，爻辞用气血连如描绘血泪交加，穷途末路。因为在起步过程中，有人走错方向或遇无法跨越障碍，却为沉没成本或面子死撑，最终身心俱疲。这教我们如何优雅失败。若困难最后阶段发现行不通，承认失败不可耻，懂得及时抽身，放下执念，停止过度消耗，才能保留元气，开启下次全新旅程。如何将屯卦运用在日常？第一，面对新任务降低完美主义。第一版草稿一定烂，允许混乱，先求有再求好。第二，进度卡关时练习向内收敛，与其焦虑抱怨，不如静心盘点现有资源，把基本功练更扎实。第三，保持寻找盟友开放心态，世上总有人走过你现在的路，找到他们虚心请教，把臀当作人生重量训练，阻力越大，肌肉越结实。易经伟大之处在于用自然规律告诉我们，世上无永远的顺境或逆境。屯卦虽满篇讲述困难险阻，却是64卦中最充满生命力、孕育无限希望的一卦。没有屯的积累与试错，就没有后面百花齐放的辉煌。万事起头难，难的背后是无限的生机。下次面临人生新阶段感到卡关、迷茫快撑不下去时，请在心里为自己画出水雷屯，告诉自己，我不是陷入绝境，只是正在经历种子破土前的黑暗。外头虽雷雨交加，内在生机正萌芽。允许自己慢下来，耐心经历这6个阶段考验。春雨下完，雷声远去，终将迎来最美丽的破土时刻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带来一点安定的力量。我们下次见。